和惠的主角机这么帅，我一定要亲手做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PD 的小江老师。这个 Artifact 终于出到第5弹了，好，那我们前面也已经做完这个百事，还有这个里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做这个粒粒钢弹。和惠的主角机这么帅，我一定要亲手做。那你怎么不叫阿志做？各位观众，我跟你们说哈，阿志呢，他现在在准备这个5月17号的实体课程，他非常认真的准备这个实体显微镜的资料，在这个显微镜放大的世界里，他将会带你去看放大的斜口钳长什么样子，砂纸长什么样子，以及刻线刀长什么样子，如何选用正确的工具，并且使用正确的方法，来解决你在模型上的问题。甚至呢，他还会教你如何进行这个基础的喷涂，还有一些高光影，然后喷笔的保养技巧很多的小美感，让你快速的从这个萌新变成已经入门的模型玩家。甚至呢，你已经入门了，可是呢，你对很多制程有一些困惑，那我们都会在现场帮你这个解惑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就参考一下下方资讯栏，赶快报名起来。目前名额已经不多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来亲手做这台粒粒钢弹给大家看。还没做就丢金了。Go。
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终于亲手完成了粒粒钢弹。那我们可以分开了吧？好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你做完了，我就是要做这个样子啦。好，我讲什么？我们现在还是来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，你是怎么样把这么小的机体做得这么精细，到底有什么美感在里面呢？反复修磨。反复修磨，就这样。在这么小的零件上啊，我们例如说在打磨的时候，有什么技巧？我这个系列打磨就是先400，然后再600，然后800直接用你的那个是纱布哦，纱布哦，那个我也很喜欢。哦，400号的时候是用低粘砂纸加10颗片。为什么你前面会自然而然的选低粘砂纸？因为你需要它的这个切削力。把汤口磨平，修整一些瑕疵。那600号的低粘你是用来修整400号的磨痕。对。那你为什么会喜欢那个整片的？整片完之后，后来就不用再做其他的步骤了。对，因为我们那个纱布啊，它是适合面处理，然后可以很快速的把那个磨痕都消除。对。所以你自己撸一下就觉得，好像就好了。对。不用再磨到那个什么1000啊、1000多这样。对。直接800完就直接上漆。对，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设计，它就是超速，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常常推广怎么使用，但是玩家自己玩一段时间，就会找出自己的最佳组合。对，有自己的一套美感出来。对。这个机体上面还有很多的小分模线，那你是怎么处理的？你们这款三角刮刀，因为它比较小，然后那个力度也很够，硬度也很够。这一款这一款，你知道它为什么硬度很够吗？因为这是钨钢的三角刮刀。然后因为它的这个体积很小，所以你施一样的力道，它就全部传递过去，所以你轻轻一刮，这个效果就很好。而且这一款它是直接可以接在 M3 电机上面用，很猛。做无缝的时候也很适合把那个移胶敲掉。哦，它跟笔刀用起来怎么不一样？它这种比较好操作。因为三角刮刀是三角的受力，然后它的力量传递是这样过去，然后笔刀的受力是片状的，
然后会跳动，会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硬度上也差很多。所以为什么这种精密的钨钢三角刮刀它的价格比较高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一把可以用超久。你有用到这个平头的磨头哦？你拿来干嘛？它扩孔蛮方便的。拿来扩孔？我们当时要开发这个产品，只是想说有一些分模线或者是一些 GK 有一些瑕疵，拿来打很快而已。结果你拿来扩孔，稍微敲一下而已，装下去就刚刚好。刚刚好。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用途哎。我们以前都是用砖头，我这个就砖太大了，尺寸没抓好，那一砖每个面都那个超大，然后装下去有点厚。所以后来你用这个磨头这样钻一下，钻一下，钻一下就合一下，钻一下就不会就刚好把度啊。要松不松，要紧不紧。所以这个小小的机体啊，上面真的是有太多的这个技术面存在了。它这台有刻线吗？我有刻，可是我没有全部都刻。只刻看得到的地方。聪明。因为我们必须把时间要有取舍，留给下一台。然后还有一个要补充的是，它头部就是它没有脖子的部分，它是跟它底下这一圈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要把它锯开，用这把。好用吗？好用，大概稍微敲一下也就切开了。我本来是不想讲这一块的，但是你既然讲到它了，我只好又讲一下。大家平常买到的叫做10颗锯，10颗锯是一块钢用10颗，所以一片里面有好几片。但是它是不锈钢，比较软。大家在用那个，你会感觉到第一个很容易变形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它的锐利度没有那么利，可是它的优点是什么？超便宜。所以如果你预算有限，刚开始练习改造，要用10颗锯，这个叫做钢锯。不是不锈钢的钢是工具钢的钢，都一样是钢，但是它比不锈钢硬很多。它的锯齿的形状设计也不一样，所以你轻轻的一推，再轻轻的拉，大概2下还3下，差不多就可以就解决了。再来有一个地方，就算你不介绍，我也是一定要逼你介绍。你怎么可以把它喷得这么漂亮？然后我这台基本上都是用点35那把粉笔喷的。那它喷的一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？就底漆、色漆、包漆，完了，有喷漆。那色漆，例如说这个蓝色的部分，它就有看起来有一点阴影，有一点高光。你是分3次还是2次？底漆啊，然后白色高光阴影啊，然后再直接喷那个经典污染，然后一样要调细一点，然后后面再盖一层淡淡的高光。一样这样也算3层了。蓝色你用白色做，对啊，然后再盖蓝色，对啊，好特别。所以你的蓝色不是用深蓝，然后浅蓝做，不是，先用黑白做出明度，再盖上色彩，好特别。然后这样你用 JM 就做到了。对啊，这代表说，如果你会使用喷笔，事实上点35也可以做出这种高光阴影。但是如果你有这把0.2，我可能会对比可能拉得更大。对，你可能可以更轻松的做出更厉害的高光阴影，轻松的超越极限。今天就带一把回家。在带一把回家什么意思？带一把回家喷啊，下一台啊，发宝。像莉莉最后收尾的话，我最后就摸透他们的水漆笔涂一些金属色的一些细节。你说这个些地方，真的这个完成度真的很高真的是值得嘉奖。然后像身体的一些水贴啊，用之前他们1、2弹，我用剩下来的。我们这个要出水贴啦。太好了。你把那个布莱达的摆饰放在这里要干嘛？这是我另外做的。这只是你做的？真的有2只金色不一样。那我就故意用颜色不一样做了个区分。这台比较淡的是我的。这个颜色也很漂亮。这叫什么？香槟金吧。香槟金也蛮好看的。不过这个摆你的比它大2倍呢。就原来看那个布莱达老师在写的时候，我写了一个晚上写不出来，然后就把它擦掉，后来擦掉去买水贴来贴。我跟你讲，你为什么写不出来？你用哪一支画笔？那个小秀啊！我跟你说啦，我们也有出那种小画笔。那种小画笔呢，就是给你做一些细节涂装点缀，但是要写细致呢，你还是需要买一个稍微中级一点的。中高级的或者是最高级的，我们都会有，你会收到很多大礼包。无论你要做百事、千事、万事、千百万事，都让你写得出来。这2台作品这么漂亮，真的是
厉害。哎，你这次带的这个好多这个以前的隐藏版，比如说前1到5弹的隐藏色，哎，那你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像前面这些特殊色都是1到5弹的隐藏配色。你看透明桶那只是就第1弹的那个拜亚兰，然后那只它第1弹代表作是那个牛钢，我那只被我弄坏了。哎，这个我全部都有。我给你换这个涂装完的。好，来介绍来第2弹。然后第2弹是那个 V2， 那个透明绿，它也是蛮有趣的，哎，算是橄榄绿吧。然后第3弹就是，哎，你怎么没有讲它这一弹的代表机体是哪？哎，是哪一只我忘记了，盒子我好像没有。就是它。哎，不是那种全装甲当当。哦，所以那只你有没有遗憾？第2弹还好。哦，好。然后再来第3弹是那个立钢弹，它的里面最特殊就是它是10色的粉红色，不舒服，很差吧。但是你有涂一只这个完成品，超帅的。哎，有在那边。对，一样可以跟你换。啊。第4弹它的代表机好像是飞羽啊。哦，你有抽到哎，这个好帅哦！这个抽到这个真的是很爽哎，它有一些透光的部分。它这种颜色也是很像是那个它快自爆前的那感觉哦。然后第5弹的透明色是那个透明弹，它的颜色算是蛮漂亮的啊。我第5弹我抽到这一只，你很喜欢哈？没有不喜欢啊，所以我不喜欢。我后来还去买这支立钢弹。那你花多少钱买到？我花200多块，别人拆盒拆下来，运气真不错。太爽了！这个后面都涨到一只1000以上，哎，你信不信？可能哦。哎，这种东西没有人在卖的，这个抽到就要好好珍藏。对，很少。哎，你没有喷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连透明漆都没有。没有。哎，那这样子装起来就真的已经很好看了。可以拿那个紫外线灯照它，它会有点发光。哦，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。哇，这次真的是非常感谢嘉宏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然后大饱眼福。希望呢，下次再上。下个月了，什么下次？下个月再看到嘉宏带来厉害的作品。See you， 拜拜。哎，人家阿宏都做成这样，你在干嘛？你知道为什么我只这样做完，之后贴前1弹的10颗片就这样放着了吗？因为我知道第5弹的盒玩10颗片要出了啊！你看它第5弹追加了很多细节，甚至还设计了地毯，这个也一定会有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请看下方资讯栏，贴完10颗片，保证你的作品超级精密、超级精美的啦！那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